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王志文、白敬亭联手破惊天大案，刑警时刻1还原90年代刑侦现场，真实尺度引爆热议。真的没想到，刑警时刻1风华正茂这部剧还没播，就被一堆老刑警盯上了。我有个朋友在剧组做宣传，他说最近接到好多陌生电话。一开口就是我是退休的老警察，想问问你们那个鹤岗南山案是怎么拍的？听说王志文为了演好崔道直的原型角色，专门去学了3个月的微痕迹鉴定，每天对着放大镜看指纹，看到眼睛都红了。更夸张的是白敬亭，他为了演好那个从警校毕业的愣头青刑警，真的跑到刑警队去体验生活了2个月。跟着出现场，蹲点抓人，有次差点被嫌疑人认出不是真警察，幸好老刑警机智解围。这事儿后来还被当成段子在剧组传开了。不过最让人震惊的是，这部剧居然敢拍乐和贾文革案那种变态杀人案。听说现场拍摄时，那个还原案发现场的戏份太过真实，把几个群演都吓土了。道具组也是下了血本，连当年勘察现场用的氧气袋都一一还原了。蓝盈莹这次演了个特别酷的角色，一个完全没有感情线的血迹分析师。她说这个角色最大的特点就是冷静到可怕，有场戏她要在腐臭的现场提取证据。为了演出真实感，她提前去跟法医学习了1周。孙谦更拼，他演的角色要从腐尸上提取花粉作为证据。为了这个角色，他特意去学了植物学知识，现在都能认出几10种花粉了。说起这个剧的导演周游，他之前拍《叛逆者》的时候就以严谨出名。这次拍刑侦剧，他要求每个案件细节都要经过专家审核，连一个指纹比对的动作都要反复拍10几遍。这部剧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，它不讲破案如神的天才，而是展现刑警们用最笨的办法破案的过程。比如有个案子，刑警们为了比对指纹，连续3天3夜没合眼，最后是靠着一个微小的印记破案的。王志文有场戏特别精彩，他在案情分析会上就说了3句话，却把整个案件的侦破方向都给扭转了。拍摄那天，现场的工作人员都说被他的气场震慑住了，连呼吸都不敢大声。剧里还还原了90年代刑警的办案条件，那时候没有高科技，破案全靠2条腿和1本笔记本。有个老刑警说，他们当年为了一个案子，能跑遍大半个中国，光车票就能攒1抽屉。说到真实案件还原，剧组特意请来了当年参与这些案件的老刑警做顾问。他们说最大的难度不是还原案件本身，而是如何在不引起受害者家属不适的情况下，把案件真实的呈现出来。比如在拍白宝山案的时候，剧组就特别注意不去渲染暴力场面，而是把重点放在警方如何通过蛛丝马迹锁定嫌疑人上。这部剧还展现了刑侦技术的进步，从最初靠肉眼比对指纹，到后来引入 DNA 鉴定技术，每个技术的突破都是刑警们用汗水换来的。有场戏拍的是刑警在零下20度的天气里蹲守嫌疑人，演员们真的在冰天雪地里拍了6个小时。拍完这场戏，好几个演员都冻感冒了，但他们说这样才能演出真实感。张子贤在剧里演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刑警，他说最大的挑战是要演出刑警身上的那种疲惫感，不是那种光鲜亮丽的英雄，而是经常熬夜、泡面充饥的普通人。这部剧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真实性。刑警不是神，他们会犯错，会疲惫，会无奈，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，他们依然坚持破案。拍摄期间还出了个有趣的小插曲，有场戏需要在老城区取景，
结果引来了一大群围观群众。有个大爷看得入迷，第二天居然带着自己20年前没破的案子来找剧组，想让剧组帮忙分析分析。这部剧的音乐也很有特色，用了很多90年代的老歌。有场戏是刑警们破获大案后在小饭馆庆祝，背景音乐放的是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。当时现场好多老工作人员都哭了。说到服装道具，剧组专门从档案馆找来了90年代刑警的制服照片，连纽扣的样式都要还原。他们说细节决定成败，一个纽扣扣错了，可能就会让老刑警出戏。这部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刻意煽情，有场戏是刑警终于抓到了逃亡多年的嫌疑人，没有激动的拥抱，没有夸张的欢呼，就是一个简单的握手，一个眼神交流，却让人特别感动。拍摄中最难的是还原那些技术细节，比如指纹比对。剧组请来了真正的痕检专家，手把手教演员怎么操作仪器，怎么观察细节。有场戏是王志文在显微镜下发现关键证据，为了这个镜头，他学了整整1个月的显微镜使用。他说虽然最后成片可能就几秒钟，但必须要让专业人士看了不觉得假。这部剧现在最大的争议就是真实案件改编的尺度问题。有人说太过真实可能会引起受害者家属的痛苦，但剧组表示他们已经做了艺术处理，重点放在展现刑警的办案过程上。听说播出平台为了这部剧还专门开了审片会，请来了法律专家、刑侦专家和文艺评论家一起讨论，最后达成的共识是：真实不等于血腥，专业不等于枯燥。现在最让人期待的是，这部剧到底能还原到什么程度？从预告片看，连当年刑警办公室用的搪瓷缸子、老式电话机都完美复刻了。据说有场重头戏是还原当年轰动全国的运钞车劫案，光是分镜头脚本就写了20多页。导演说要拍出那种紧张感，但又不能太过火。演员们都说拍完这部剧后，对刑警这个职业有了全新的认识。白敬亭说他现在看到指纹都会下意识地研究一下，王志文则说演完这个角色后，更加佩服那些默默奉献的刑侦专家了。这部剧还没播，就已经在刑警圈里传开了。好多老刑警都说，终于有一部剧是真实反映他们工作的，而不是那种神乎其神的破案剧。最让人感慨的是，这部剧拍摄时正好赶上疫情反复，剧组经常要一边做核酸一边拍戏。有场戏需要大量群众演员，为了保证安全，剧组给每个人都做了检测，光检测费就花了10多万。现在最大的悬念是，这部剧能不能打破刑侦剧的收视记录？从目前的预约量来看，很可能成为今年的爆款。不过也有人担心，这么真实的刑侦剧会不会让观众觉得太沉重？制片方说他们找到了平衡点，在专业性和观赏性之间做了很好的权衡。说到演员的敬业程度，有个细节特别感人，每个主演在进组前都写了1万字的人物小传，把自己角色的背景、性格、成长经历都琢磨透了。这部剧的剧本也打磨了整整3年，期间修改了20多稿。编剧说最难的不是案件还原，而是如何把专业内容转化成普通观众能看懂的剧情。现在剧组最怕的是剧透，所以成片都做了加密处理，连演员自己都不能带剧本回家，只能在剧组专门的阅览室里看。有场戏是拍刑警追捕嫌疑人，在菜市场里跑了整整1天，拍完后演员的腿都软了，但导演说就是要这种真实感，不能靠特效糊弄。这部剧最特别的是，它不追求快节奏的破案过程，而是细腻地展现每个环节，比如怎么保护现场，怎么采集证据，怎么分析线索，
这些都是以往刑侦剧很少涉及的。听说播出后，剧组打算邀请真正的刑警来参加看片会。他们说最在意的就是专业人士的评价，如果能得到他们的认可，那就是最大的成功。现在大家都在猜测，这部剧会不会像当年的《重案六组》那样成为经典？从目前曝光的片段来看，确实很有这个潜力。不过制片方很谦虚，他们说只是想拍一部对得起刑警这个职业的剧。如果能让观众了解刑警的真实工作状态，那目的就达到了。最让人期待的是王志文和白敬亭的对手戏，一个是老戏骨，一个是新生代实力派，他们两个碰撞出的火花，很可能成为这部剧最大的亮点。这部剧的主题曲也很有来头，请来了国内顶尖的音乐人制作，歌词写得特别打动人心，据说很多工作人员第一次听都哭了。拍摄期间最让导演感动的是，有天下大雨，戏没法拍，演员们就自发组织起来围读剧本。这种敬业精神，也许正是这部剧能拍出真实感的原因。现在唯一确定的是，这部剧肯定会改变很多人对刑侦剧的看法。它不追求刺激，不渲染暴力，就是老老实实的讲好一个关于责任和坚守的故事。